很多人对于年龄都挺敏感的，比起不想被人知道自己年纪几何，更担心的是别人觉得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拥有的物质配不上自己的年龄，或者说配不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有的水平。也难怪，谁叫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厉害了呢？95后创业成功，00后月入过万，媒体平台不断地用数字刷新我们的认知。从前我们认为要奋斗个至少10年才能达到的目标，有人竟然比你提前许多完成了。有2件事让我深深感受到同龄人带给我的危机感。一件是在大学时期，隔壁宿舍有个女孩英语成绩很好，听读写皆优秀。我和她同一天去老师办公室做值日，那天老师的电脑里正放着一段英文。老师问：听懂在讲什么了吗？我心虚地摆弄手里的扫帚。那个女孩说，讲的是达芬奇年少时期的事。老师转过头来看了看我，我尴尬地说，有些词没听出来，大概意思听懂了。其实呀，哪里是听懂了大概的意思，我是全程没听明白。可能是太紧张，耳朵自动丧失功能，可能是我当时的英语真的很差。那种感觉直到今天再想起，还是会觉得羞愧。但凡有点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人，都会感受到被打击的落差和苦涩。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儿。同样的年纪，同样的专业，同样的老师在教，可我们的英语水平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另一件是近2年我感受到的。在一次图书交流会上，我见到了自己关注已久的一位青年作家，微博50万的粉丝，公众号接广告接到手软。不仅如此，他还是各大出版商想要合作的作者。会场后台，我找机会和他打招呼，闲聊几句后才知道，他年纪比我小3岁。回到家，打开微博，看看自己4位数的粉丝量，深吸一口气。你说这怎么可能没有挫败感和自卑感呢？好，现实生活够让人喘不过气了，不如网上冲浪放松一下。可你会发现，这不看还好，看了才发现同龄人的人生好像都开了2倍速。小红书上有人20岁买下 loft，25岁喜提新车，而我们可能还在还贷款。Keep 里有人自律到1天2个苹果，顿顿水煮菜，而我是名副其实的干饭人。微博上有人年度业绩第1，而我正在翻明星们最新的八卦。抖音里有人周游世界看山川湖海，而我周末宅家刷剧睡觉。朋友圈里有人装修婚房升级成为爸妈，而我在考虑是养只柯基还是边牧呢？想来是有点惨吧。我扎根在一层又一层比我厉害比我强，月收入是我的好几倍的人中间。如果我说我看到别人年薪100万一点不心动，看到别人成为100万博主一点不憧憬，看到有人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出国深造一点不羡慕，那我一定是骗你的。面对优秀的同龄人，我也会焦虑。难道没有跟同龄人搬进同一个高档小区，就是我们不努力吗？我觉得不是的。就像那个英语比我优秀很多的同学，如今回望当时，才发现那时候的我仅仅看到我们年纪一样大这件事，
却没想过他7岁随家人到国外生活了将近10年。他对英剧美剧极感兴趣，对英语的热情远胜于我。还有那个比我还要小几岁，却已经在自媒体占有一席之地的女孩。她在自媒体刚刚有苗头的2015年就抓住了机会，利用课余时间打理自己的公众号，凭借自己突出的文笔收获了成绩。而那时候的我，刚刚得到来之不易的电视台实习机会，每天都在为能学习到新的知识而开心不已。我和他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领域，做着各自认为有价值的事。再聊聊我朋友吧。我的一个好友，在北京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工作。去年1月，我去北京出差，在他那里小住3天，才发现，他何止是忙，可以说是非常拼命了。晚上加班到11点以后是常事，回到家后吃些简餐，然后一边泡脚，还要一边改 PPT。睡前还要做第2天的工作计划。快凌晨1点的时候，我看客厅的灯还亮着，便催促他快点睡，有什么事明天再忙。但他却说不行呀，我还要再工作一会儿，把今天的会议内容再看一遍。他什么时候躺下休息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第2天早上7点我醒来的时候，他正叼着一块面包，匆匆忙忙穿上鞋子准备出门，接着再重复同样强度的工作。可是你知道他1个月挣多少工资吗？在北京，税前8000元，扣掉五险一金、房租水电，他能落下的也就不到4000元。这还没算上伙食费、社交费、购买生活用品和添置衣物的费用。在我看来，他真的很棒，对自己有规划、有要求，对工作积极又认真。可是如果用媒体放出来的数据来评估，他也不能幸免成为被同龄人抛弃的那拨人。我能感觉到他在说起和他同一年进入公司的同事已经独立完成了一个项目时，说起比他小1岁的同事昨天发了婚礼请柬时，说起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去年年底贷款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时，他也在焦虑。像我这位同学一样用尽全力生活的人不是少数，可是我们都无法避免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对自己生活幸福指数的判断标准里，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来自自己与别人的比较。比如别人买房了，自己没有；别人住洋房，自己只有70多平米的公寓；同龄人在职场里风生水起，而自己事业瓶颈期长达2年；甚至别人家的孩子考了第1名，而自己家孩子成绩中等，也会觉得不幸福。我们对于幸福的太多标准都是被别人塑造的，而一旦升起比较心，就会痛苦、焦虑、自我怀疑。有人说，痛苦的本质是现实和期望的落差。当现实的情况匹配不上我们内心的期望时，我们就会产生痛苦的感觉，而痛苦的感觉会摧毁我们的幸福。不得不承认，这世上一定存在着一些人，刚刚毕业就能自主创业成功。他们年纪轻轻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早早走上了金光闪闪的康庄大道。但这些毕竟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的我们都是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出来的。普通人眼界阅历都有限，但我们也在各自的领域内尽情施展着自己的才华。金钱和地位的确是代表一个人成功与否最直接的标志，但是我不能够接受那种如果没有月入多少就全盘否定一个人的努力的观点。所谓同龄人，
可能除了年龄相近之外，再无更多共同点。每个人的见识、经历、家世、资源、天赋、选择、能力等方面都天差地别，根本不具备可比性。用一个量化的数字去绑架别人，盲目为他人的生活做评估打分，真的有待商榷。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可能感到焦虑，它无法被消除，却可以被管理和转化。